6月16日，中国国家统计局公布了2025年5月的经济数据，一组组令人窒息的数字，让人清醒地意识到，中国不是要进入低增长时代，而是已经被拖入了一个深不见底的经济黑洞。这不是夸张，而是现实。5月份，中国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 5.8%， 听起来还不错，但实际上这是自去年11月以来最差的成绩，比4月还低了 0.3个百分点，更低于市场预期的 5.9%。这不是简单的数字下调，而是中国制造的马达正在失速。要知道，这些企业的年主营业务收入都在2000万以上，是最具代表性的经济引擎。当引擎都开始熄火，整个经济怎么可能还能正常运转？房地产市场继续塌方，70个大中城市的新房价格同比下跌 3.5%， 环比下跌 0.22%。1至5月，房地产开发投资下降 10.7%， 商品房销售面积下降 2.9%。而这背后是中国城市中每一个焦虑的家庭和绝望的中产。北京、上海、广州、深圳的房子在降价，但依旧无人问津。一位中介在接受采访时说得很直白，客户都说，买了还会跌，买它干嘛？这就是最危险的时刻，当信心破裂，市场已经不是低迷，而是陷入了一种持续衰退的死循环。别以为这只是楼市问题，中国经济的全局正被通缩撕开一道无法愈合的伤口。5月，中国出口额同比增长 4.8%， 但这个增速比4月份足低了 3.3个百分点。与此同时，进口下降了 3.4%， 比4月还恶化了 3.2个百分点。这是外贸的失血。而内需呢，也在崩。5月新增人民币贷款仅为6200亿元，远低于预期的8500亿元。什么意思？连贷款都懒得借了，企业不敢扩张，家庭不敢负债。这不是回暖，而是集体躺平。北京曾幻想靠消费来拉动经济，但5月的好数据背后，其实是一场国家掏钱买数据的幻觉。5月，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同比增长 6.4%， 表面上看似是个好消息，但真正让这数据飘红的是国家砸出来的补贴。尤其是以旧换新，这场补贴游戏把家电卖爆了。数据显示，家用电子产品销量同比增长 53%， 手机等通讯设备增长 33%。好像一切都在反弹，但真的是这样吗？不是。穆迪分析的经济学家 Sarah Tan 一语道破真相，以旧换新是一个治标不治本的临时办法，它没有改变家庭消费意愿的低迷。更严重的是，这场消费刺激正在透支未来。Gavco Draconomics 的分析师 Arnon Cooley 指出，这些政策不过是让人们今天买了本来明天要买的东西，后面怎么办？补贴一停，消费就塌。他直言，这种不断延长补贴的做法是最糟糕的刺激方式，会固化老百姓对政府补贴的依赖，却完全不能改变他们对未来的不安。悲剧的是，这场以旧换新的狂欢还没持续多久，就面临终结。据澎湃新闻报道，重庆、江苏等地已宣布暂停国补计划，四川、河南、浙江等地也纷纷传出国补即将下线的消息。补贴断了，经济怎么办？继续靠信仰充值吗？官方数据显示，截至5月底，国家用于消费品以旧换新的420亿美元补贴中，已经使用过半。华西证券的分析更是警告，仅618购物节就需要70亿美元，意味着 70% 的补贴将在上半年就被耗尽。这不是消费刺激计划，而是最后一搏。房地产本是中国经济最核心的支柱，现在却成了负资产。过去半年，北京接连出台政策，松限购、放松贷款，鼓励地方收房。
但市场没有反弹，反而继续暴跌。路透社上月发布的一项调查预测，今年中国房价将下跌近 5%，2026 年也不会有起色。中原地产首席分析师张大伟警告，如果没有更强有力的支持，6至8月房价可能会跌得比4、5月还快。注意，这已经不是危言耸听，而是官方的系统性恐慌。房价的崩塌不只是楼市问题，而是引发了一个深层次的财富幻灭。你有没有注意到，越来越多的公司在降薪、裁员、不涨工资？这是因为企业利润也在下滑，他们的利润很多时候来自楼市相关产业，比如建材、装修、家电、地产、金融，而这些现在都在萎缩。经济学家警告，房价下行正在压缩企业利润，进而压低员工工资，再削弱消费能力，形成恶性循环。这不是危机，这是一场结构性塌方，而且正在放大。有人说，最近中美达成了关税休战，对中国经济是好事，但现实远比想象的更残酷。6月初，美国和中国在伦敦达成贸易原则框架协议，看似缓和，但美国总统川普在会后直接放话，美国总关税 55%， 中国才 10%。没错， 55% vs 10%， 这根本不是谈判，而是碾压。路透社说的更直接，中美贸易休战并没有改善中国的经济动能。2024年下半年推出的各种刺激措施，现在也正在失效，财政支持力度在减弱，结构性问题仍在，经济增长可能进一步放缓。简而言之，中国经济正被3座大山压垮，楼市崩盘，内需乏力，外贸受阻。但真正让人心寒的是那一条条看不到尽头的经济灰线。中国经济的火车头熄火了，曾经中国经济3驾马车之一的投资正在失速。国家统计局数据显示，2024年1至5月，全国固定资产投资同比增长仅 3.7%， 较1至4月的 4.2% 进一步下滑。而剔除国有资本后，民间投资同比仅增长 0.1%， 基本陷入停滞。这说明一个问题，市场信心已经到了极度脆弱的地步，企业不敢投，资本不愿冒险，民间经济彻底躺平。房地产投资同比大跌 10.7%， 房子卖不动，项目没人敢接盘，土地流拍率飙升。即便北京一再推动保交楼，市场却用脚投票，认为整个房地产泡沫已经破裂。就连传统1线城市的房价也撑不住了，北京、上海、广州、深圳5月二手房价同比全部下跌，北京和广州更是环比连跌5个月。背后是一个可怕的事实，资产价格一旦下行，消费信心、财富效应、借贷意愿都将雪崩式坍塌。表面上看只是房价在跌，实际上是整个中产的资产信仰正在崩溃。中泰证券的报告指出，房地产下行正引发对金融稳定的系统性担忧。因为房地产是金融的抵押核心，一旦房价撑不住，银行资产质量将面临严重冲击，居民部门也会被负资产牢牢套牢，连带着整条金融链条都在发抖。通货紧缩的阴霾也越来越重。5月 CPI 同比仅上涨 0.3%， 远低于经济学家普遍认为的 1% 以上健康水平。而 PPI 代表工厂出厂价格指数则同比下跌 1.4%， 连续20个月处于负值区间。这一升一降透露出2个信号，一方面企业生产成本压不住了，另一方面居民买单意愿也在快速下降。数据显示，5月中国社会融资规模新增量为 2.06 万亿元，远低于市场预期的 2.8 万亿元。这意味着，虽然央行在拼命放水，但钱根本流不到实体经济，流不到老百姓的口袋。
消费撑起了最后的体面，但它也在靠透支未来维持。国补政策本质上是把下半年的需求拿到上半年来消费，这种寅吃卯粮的刺激方式撬动不了持久的购买力提升。牛津经济研究院分析称，如果不在信贷环境、收入预期和就业稳定上做系统性改革，那么这些短期刺激只会像打了激素的运动员，表面强壮，内部虚弱。官方公布的5月全国城镇调查失业率为 5.0%， 较4月略有改善，但青年失业率仍未公布。自2023年6月中国暂停发布青年失业率以来，这一关键指标就像是被消失的温度计。有学者估算，2024年上半年青年实际失业率可能已超出 20%， 甚至更高。大量高校毕业生投身灵活就业、外卖、直播、电商小摊，甚至全职带娃，这些非正式就业方式虽可暂时维生，却无法形成长远发展路径。与此同时，制造业工人被裁，白领被降薪，中产被裁员边缘化，全社会劳动参与率持续下降。国家统计局的城镇就业人员平均工资数据显示，2024年一季度全国私营单位职工平均工资同比仅增长 2.4%， 剔除通缩因素后几乎为零增长，甚至实质下降。这也解释了为何国人消费欲望依旧低迷，不是不想花钱，而是根本没有信心去花。面对经济动能衰退，北京提出大力发展新质生产力，听起来很高大上，但本质仍是对科技、高端制造、绿色能源的压注。然而现实是，新质产业远不能填补传统房地产、出口和投资三大引擎的真空。新能源汽车方面，虽然出口量暴涨，但行业竞争已陷入内卷。比亚迪2025年 Q1 净利同比下降 47%， 蔚来、理想等车企持续巨亏，补贴一停，销量大幅回落。AI 和算力中心也曾被视作国家新增长极，但如今在英伟达限卡与国内需求不足的双重打击下，算力投资逐渐泡沫化，智算中心成片空转。大量地方政府投入数十亿元建立的数据中心，如今却连电费都难以维持。新质生产力的幻想正在被冰冷的市场现实一一击破。中国的经济故事曾经是世界最令人惊叹的奇迹，但如今却走向了一个最令人唏嘘的拐点。5月的经济数据不是孤立，而是趋势的确认：工业放缓，投资萎靡，房地产崩溃，消费透支，通缩蔓延。这个国家仍然在用不公布数据堆补贴、搞试点来搪塞每一个危机节点，但真正的问题，信心、结构、制度、权力机制从未被真正触碰。或许中国已经不是那个曾经摸着石头过河的国家，而是成了那个眼看它起高楼，眼看它楼塌了的故事。而楼下的是每一个普通中国人正在被碎石压得喘不过气来。